在元末明初有2个和尚，一个成为后来的大明天子，就是我们熟知的朱元璋，另一个则成就了一代天子朱棣，他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姚广孝。姚广孝又名偏西，法号道衍，江苏常州人，祖上世代以行医为生，家境贫寒，迫于生计，14岁的他出家当了和尚，改名道衍。当时正值元末乱世，和尚至少还能有口饭吃，这也是朱元璋出家做和尚的原因。但是道衍这个和尚可比朱元璋过得舒坦，因为常州这一块地处江南地区，较为富庶。道衍不仅不用为了食物而发愁，他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积累知识。道衍不仅拜禅宗高僧智吉为师学习佛法，还拜过道士习英真为师，研究阴阳五行、相术、占卜、兵法谋略，由此成了一个精通儒释道3家思想的和尚，这在当时都是比较少见的。道衍和尚早年游览嵩山寺，与著名相士袁拱相遇，于是道衍请袁拱替自己相面。明史记载，袁拱见了他说，道衍是个奇特的僧人，3角眼，如同病虎一般，生性嗜杀，将来是和刘秉忠一样的人。这刘秉忠是什么人呢？他为忽必烈统一中国，攻灭南宋，建立大元朝，立下汗马功劳。元朝的国号源自就是刘秉忠引用《易经》中的大灾前元之意起的国号。刘秉忠虽然在元朝算是功臣，但在民间名声并不好。袁拱把道衍比喻成刘秉忠，他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十分高兴。他想像刘秉忠一样辅佐一代帝王建立新的王朝。洪武8年，朱元璋招天下精通儒学的高僧到京师教著3经，道衍经人举荐前往，但朱元璋没有注意到他。道衍仅仅只得到一件僧衣就被遣送回家了。对于一个注定要改变历史的人物来说，落榜仅仅是他人生的开始。比如一个落榜的美术生发动了第2次世界大战，而落榜的和尚很快也将迎来他的命运时刻。洪武15年，马皇后去世，朱元璋决定给藩王们选拔主路僧，帮他们在封地诵经礼佛，超度马皇后。道衍被推荐为藩王主路僧人选，也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燕王朱棣。明史记事本末中记载，道衍和尚第一次见到燕王朱棣就对他说，如果朱棣把他招为主路僧，那他就给朱棣一顶白帽戴。朱棣已然是燕王，在王头上加个白字不就是皇了？道衍和尚这意思就是暗示自己可以辅佐朱棣当皇帝。太子朱标此时还在世，作为历史上地位最稳、权力最大的皇太子，没人能撼动他的太子之位。道衍的许诺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朱棣知道大哥朱标在世，他没有任何希望，但是还是抱着试试看，反正不亏的心态向僧路司报备点名要了道衍和尚成为燕王府主路僧。道衍跟着朱棣去了燕王封地北平，成为了北平庆寿寺住持。住持只是名头，实际上他经常出入燕王府，与朱棣密谈，成为了朱棣的高级参谋。道衍除了给朱棣讲义西安邦治国的策略外，还会给朱棣灌输另一种思想，那就是燕王朱棣就将来注定是要做皇帝的。刚开始朱棣还有些忌讳，因为当时太子朱标还健在，而朱元璋身体也还算硬朗，王位似乎怎么样也轮不到自己。命运的转机突然降临，太子朱标病逝，他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，将继承皇位。朱棣对于这个侄子是不太瞧得起的。道衍很快捕捉到朱棣微妙的心理变化，鼓吹他才是大明的真龙天子，最应该继承皇位的人。朱棣听了动心，但朱元璋还在，熟知老爹秉性的朱棣不敢将这份心表现出来。朱元璋逝世后，刚登基的朱允炆就迫不及待开始了削藩，而且是丝毫不给藩王留活路的削藩。陷入绝望的朱棣或许会想起《史记·陈胜世家》中的那句惊天动地的造反宣言：今王一死，举大计一死，等死，死国可乎？他下定了决心。当张信前来告密，说建文帝准备捉拿他时，朱棣明白起兵的时间到了，朱棣当即召道衍前来谋士。明史记事本末中还记载了一件朱棣起兵时的变故。朱棣起兵之时，突然风雨大作，王梁上的瓦片都被风吹落，朱棣面色难看，以为是个不祥之兆。道衍却笑说是个祥兆，因为飞龙在天，风雨相随，龙是皇帝的象征，朱棣就是这条即将飞天的龙。而明朝制度规定，皇宫的瓦用黄瓦，藩王的宫殿用黑瓦，如今黑瓦坠地，意味着将换成黄瓦了。朱棣听完大喜，要知道藩王造反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。朱棣此刻心中想必盘桓着太多的焦虑和不安，道衍的一番话无疑给了他信心。
道衍因为年事已高，没有陪朱棣在前线，但朱棣的行军战略和策略都是由他制定。道衍在靖难之役中出力最大，这一点在明史中也有明确记载。帝转战山东、河北，在军3年，或玄或否，战守济世皆决于道衍。道衍为长陵战阵，然帝用兵有天下，道衍力为多，论功以为第一。朱棣登基后，道衍已经70多岁了，从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到如今已成为行将就木的老人，实现了建功立业的理想后，道衍却看破了名利的虚妄，他终于像个真正的出家人一样悟了。他没有像刘秉忠一样还俗，成为皇帝的宰相，朱棣给予的丰厚赏赐，他统统推拒，那些金银财宝全部接济捐赠给了穷人，封爵和官职他都不要，只是象征性的接受了太子少师的虚职。他依然以和尚身份居住在寺庙中，只有上朝听政的时候才穿着朝服，其余时间都是穿着自己的僧袍。朝中因此也流传着黑衣宰相的说法。道衍和尚在靖难之役后，对于朱棣更多的是提倡一些治国安民的政策建议，在军事上他几乎不再插手，包括朱棣后来数次北伐蒙古，道衍都没有再为其参谋。道衍明白，作为靖难之役的推手，他帮助朱棣兴起兵祸，造成了很多的杀戮，与他普度世人的和尚身份大相违背。他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民间传说中，帮助建文帝朱允文扮成和尚逃出皇宫的人，一个是僧人普洽，另一个就是道衍和尚。这个传闻并非全然没有根据。永乐16年，道衍和尚病重将死，朱棣多次去探望他，并问道衍和尚生前还有何遗愿没有完成。道衍回答：僧普洽系酒，愿赦之。意思是说僧人普洽被拘禁很久了，恳请朱棣释放他。普洽是朱允文的主路僧。朱棣攻入南京后，没有找到朱允文的尸体，怀疑是普洽帮助朱允文逃跑，就将普洽拘禁起来，拷问朱允文的下落。但是普洽没有透露任何消息，朱棣也就一直没有释放他。而道衍临终时劝朱棣释放普洽，也是在暗示朱棣应该对朱允文的下落释然了。毕竟当时朱棣已经在位日久，朱允文即便还在世，也对他的皇位构不成威胁。朱棣答应了姚广孝的临终遗愿，因此民间传闻朱允文在逃跑之后，很可能是先后得到普洽和道衍的救助。朱棣登基之后，道衍负责执掌全国佛教事务，能庇护化妆成和尚的朱允文也就只有他了。再加上道衍和尚临终遗愿恳请释放普洽，更坐实了这个民间猜测。朱高炽登基后，下旨称姚广孝为靖难第一功臣，并将他的灵位配享明太宗朱棣的太庙。作为一个谋臣，配享太庙算是姚广孝最大的殊荣了。朱元璋和朱棣父子2代帝王的太庙共有16位功臣，都是为大明开疆拓土、建功立业的武将，只有姚广孝一人是以文臣谋士的身份配享太庙，可见姚广孝的身份有多么特殊。不过在姚广孝配享太庙105年后，嘉靖下旨将他移出了太庙。嘉靖这样做的原因有3。其一，此时从民间到官方都重新开始认识建文帝，并多有同情。到万历时期更是恢复了建文帝的名号，这一认知的转变使姚广孝的身份变得尴尬起来。其二，宗教信仰不同，嘉靖是出了名的道士皇帝，作为一名道教信徒，嘉靖每次祭祀太庙时都要给姚广孝这名佛教信徒上香朝拜，他心里能舒服吗？其三，姚广孝对于朱棣来说是大功之臣，但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说，姚广孝怂恿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造反，以藩王身份推翻了皇帝，这是不忠的典型。因此朱棣可以夸奖姚广孝，但是明朝的后世皇帝不能认可姚广孝。如果认可他这种怂恿藩王造反的谋士，那岂不是鼓励谋反吗？姚广孝在后世也被定为乱臣贼子和离经叛道之徒。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修撰《四库全书》时，特意下旨不许姚广孝的著作被编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就是因为姚广孝煽动造反和对儒家圣贤的诋毁。因此姚广孝的身后之名可谓其碑。不过这些身后事，在生前悔悟并重归于佛心的道衍和尚想必已经不在乎了。